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皮皮虾很多人都喜欢吃，它的外形独特，肉质鲜嫩，且味道鲜美。今天就分享一道非常美味的皮皮虾，这也是我小孩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，做法也简单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去市场花18块钱买了1斤多的皮皮虾，现在是吃皮皮虾季节，虽然不是很大个的，但是里面的肉好多。跟朋友们说一下，不是大的皮皮虾就是有肉的。其实要在挑的时候按一下，皮皮虾是紧实的，那就是肉多。所以不管大小的皮皮虾，只要是肉紧实的，这样的皮皮虾才是最好吃的。把它放入盆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清洗一下。这个皮皮虾特别的扎手，我用筷子洗。朋友们最好是借助工具洗哦，不然的话很容易扎手哦。洗干净后，给它控干水分，放入盘中。再处理一下皮皮虾，把皮皮虾的头剪掉，然后挨着身子剪到尾部，这样剪一圈。朋友们，这些头脚不要倒掉，等一下我们还有用。主要是先处理头脚的话，等下在吃的时候也比较方便，因为这个壳不是很好剥。全部处理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一条杏鲍菇，把它切成小块，它的口感独特，鲜嫩滑爽，散发出淡淡的香气，让大家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鲜香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2根蒜苗，把它切成小段。切好后，把蒜白和蒜叶分开放。再准备1把大蒜，把它切成小块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2块鱼饼，把它切成片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块生姜，把它切成小块。1把小葱，把它切成小段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，我们先把锅加热，倒入食用油。油热后，将虾头和虾脚倒入锅中，翻炒一下，用中小火炒至香味四溢。然后加入葱姜，把它炒出香味。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大火煮开后，转小火再煮3分钟，以便将虾头和虾脚的味道充分煮出来。再把这些虾头和虾脚捞起来，不要了。加入一点点的食用盐，适量的白胡椒粉，1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然后开大火煮一下，把调味料煮开，然后把汤汁过滤出来备用。再起锅，倒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把油烧热。油烧热后，再把蒜放入锅中，炒出香味。再把鱼饼放入锅中，也把它炒香。炒香后，准备杏鲍菇也放入锅中，把杏鲍菇炒软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
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炒至香气四溢，颜色诱人，再把它放入砂锅里，再整理一下，然后摆入皮皮虾。再把汤汁倒入砂锅里面，煮开后转中小火煮3分钟。3分钟后，再均匀地撒上蒜苗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再煮50秒，让蒜苗的香气全部煮出来。打开盖子，好香啊！一道满屋飘香的皮皮虾杏鲍菇包的香味。皮皮虾杏鲍菇包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美食，完美结合了海鲜的鲜美和蘑菇的滑嫩，每一口都能感受到皮皮虾的鲜香与杏鲍菇的细腻，汤汁浓郁，令人陶醉。无论是寒冷的冬天，还是温暖的春秋，皮皮虾杏鲍菇包都能带来温暖与满足。朋友们，顺便分享一下如何挑选皮皮虾。如果你专门挑选母虾，每一只都有膏，记住这个技巧，以后想吃皮皮虾时，个个都会有膏。有膏的皮皮虾，它的背部有一条明显的黑线，那就是膏，蒸出来后它会变成红色。没有膏的就是公虾，它的背部没有那条黑线，只有一条很细的黑线，那是虾线，所以这就是没有膏的。有膏的有一条粗黑线，说明是母虾，而没有膏的则是公虾，能看出来吗？如果背部不明显的话，还可以看它的肚子。母虾的肚子上有明显的黄色，而公虾则是白色的线，没有黄色。它们的尾部，母虾的尾部有黄色的线，证明它是母的，而公虾的尾部则是白线。另外，靠近头部的颈部，母虾有3条白杠，看起来像个王字或3字，而公虾则没有这3条白杠。所以朋友们，以后在挑选皮皮虾的时候，就能轻松分辨公母，确保吃到的都是有膏的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